你看这个穿西装的，我们可以跟踪一下他。然后我看评论区的时候啊，有同学说这个城市的行人看他们行走啊，步行走了10几期。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贫民窟的，尽量放在居民区正中间的位置啊，让一些居民可以少步行一点。建造费用15000。这个地方凭空出现了一个地铁线，其实是挺奇怪的。我们再打开这个地铁的轨道，然后呢，把视角切到地下，去连接一下，来最近的地铁线路，比较好连接啊。然后线路也不用我们怎么去创建，建造费用6万多块钱，还可以啊。为这些刁民增加了6万多的预算，因为我们比较善良。来吧，我们把这条线路呢，现在添加一条车站。OK， 地铁站建好了以后啊，他们也可以随意的过马路，我们就不建设天桥了。有人进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再检查一下地图的全貌吧，马上又该盖房子了。左边的区域已经盖满了，这边有一片绿化，就不再动了。右边是贫民窟。然后这个地图中间的山谷中啊，如果说我们盖房子的话，这个地形不是太平整。先往这个山谷中大概发展一些居民，如果说不合适的话，这个区域再拆了它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距离山谷最近的主干道，把这条主干道呢可以延长一个4车道，先沿在这儿吧。然后这条直线建好了以后，看一下，还行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把这条线路再连接一下，连接好了这条上山的路线，建设起来以后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违和的，只是把这条路我们稍微平滑一点啊，让这条路看起来稍微漂亮一点。4车道，中间还有路灯。前方是我们山谷最高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在这里按一个回车，平滑了。我们用一条双车道加绿化的公路，在这儿先拉一条路线，这儿也加一个路口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地形啊，可以把路口从这里打一个弯道。由于在 CBD 的空间我们盖的房子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这里啊我们以节省空间为目的。这个是肯德基，先来一个加在路口的位置啊，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是什么，4×4啊，放在这儿。3×2的可以加在这儿。肯德基的旁边它自带的有一部分广告，我们也就不用再造景了。这几个商店不能盖得太多，我们再找到这个独特工厂啊，打理环境的建筑啊，把它稍微填充一点，比如说这个小喷泉加在这儿，把它当成一个小广场来使用。其他的空地呢，我们就可以盖一些自然生长的商业了。找个人来跟踪一下，王丹丹。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where I should know.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Make me feel the warmth, make me feel the cold. It's written in our story, it's written on the walls. 这个喷泉广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有一个人被抬了出来，然后上了救护车，正在前往诊所救治啊。这条上山的道路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红绿灯给取消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刚才灵机一动，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山上再发展一些人口，为了让他们的交通更加便利一点，我们可以做一排的上山索道。比如说我们先打开索道的选项啊，缆车站，终点缆车站，选一个普通的缆车站，把它放在这儿。建造费用15000。然后这个缆车站呢，我们检查一下啊，
为什么放在左边的这个位置啊？你看，我们先看一下城市的全景。这条主干道右边的空间是很大的，我们放缆车呢，主要考虑这个空间的问题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缆车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放在这儿，每个15000。第三个放在这儿啊，然后第四个我也是随便放的，这个大概的距离没有去衡量它。然后我们先放1、2、3、4、5，先放5个。这5个缆车站呢，现在把这个索道给连接一下，然后我去，这离得也太近了，这市民步行过去也没有多长时间啊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我们再找到这个缆车的钢绳，从这个位置，然后直接把它牵过来。然后第三个站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里的树木我们先砍掉啊，有点影响了安全。然后地形先不平整，我们先把这整体的缆车全部给连接一下。OK， 最后一个站点都连接了以后啊，我们这个时候再用到这个道路平滑的工具啊，地形平滑的工具，或者我们直接柔化，这样更简单一点。把这个山坡的地形可以变得稍微自然一点点。我们再把这个缆车的电给连接一下，这个电线杆可以放的稍微远一点，从这个位置来吧。所有的缆车都通上电了，我们可以找一个缆车呢跟踪一下。乘客0，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乘客，有乘客的话会出问题的。什么建筑我们都还没有放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既作为一个居民区，也作为一个可以旅行的地方，一个小山村嘛。我们城市的市民是可以来到这边打卡的。再把个别的缆车我们稍微调整一点啊，比如说这个中间的节点，把它升高，也不能太高。从每个缆车站的对面吧，把它强制一下地面，选取一个比较小型的道路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 OK， 该抬高的节点再把它抬高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让这几条道路去连接了。上方是主干道，这个位置是小干道。城市整体看起来的话还算规则，然后这里多出来的地形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道路进行延伸。不小心成格子城了，先做一期格子城吧，要不然的话有一些强迫症的粉丝看起来有点不舒服。从这里按照地形呢，我们再起一个路口。你比如说中间的区域啊，可以做一个稍微大型一点的建筑，旁边就盖普通的房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区域呢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区域呢，我们定几个建筑的风格。目前有一个自己，还有一个本地的有机作物。写字楼就不规划了，这个地方就单纯的去发展一些人口。然后我们可以盖的稍微密一点啊，中间就不做间隔了。1、2、3，先盖3个居民区。游戏加速。公园住宅区。盖了这个房子以后也没有感觉到违和。本来我觉得建在这个山谷里，这个房子可能不太好看。高住宅区，黄昏住宅区。给他们一点时间啊，马上就会有市民搬过来的。已经有了，很快啊！把游戏放慢到1倍的速度，你看这位居民，他要前往日常降价销售，然后呢，他主要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是旁边的缆车。目前没有见他们去开车，也就是说这个车辆取代率呢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程度了。
开车的居民是工作在缆车站的，然后我们以缆车的第一视角来看一下。每个缆车站呢，它都会有往返的一个功能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缆车比我们的地铁还好用，也不会堵车。上班途中 OK， 这些房子已经陆续都盖起来了，有点像山区的一个感觉了啊。然后商店的话，我们想一下怎么盖。后方计划做一个停车场的，做不了了，地形太不平整，就让他们坐缆车吧。停车场的话，家家户户有一些小型的停车位，我们就不再为它修整了。找到独特建筑啊，自由女神，山谷里放一个自由女神，不太好看。不科学中心这里不适合有太时尚的建筑。哎，有一个乐山大佛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把大佛放在这个方向，建造费用10万块钱。你看啊，哎，把它放在这儿了以后，旁边的这些居民呢，他们都露出了一个笑脸啊。哇，加上这个阳光照射进来，我都想跪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大佛前方啊，大佛前方是比较庄重一点的，不能搞商业。连接一下水源，再连接一下电源，电源先不着急。在大佛前方呢，我们搞一个小森林啊，刚才有一个森林之肺的建筑，我没有放。哎，这个建筑，把它正对着大佛放在这儿。OK。啊，不，这个建筑太高了，太高了。然后这个大佛前方呢，我们先放2条人行道吧，把2条土路这样连接一下。哎，这个是水泥路，把它升级一下。OK， 前方再来2排欢迎的小花，怎么感觉在像做一个墓道一样？我觉得这个乐山大佛啊，不收门票的话就有点浪费了，但是收了门票吧，就成了恶搞了，把个别的节点再抬高一下。好像已经有乘客过来了，我发现啊，又来了一位野营车，正在前往乐山大佛。这个时候我们体现到了一个修停车场的重要性啊！你看两侧的道路，其实我感觉有必要把这里的道路高度给统一一点，然后我们对齐一个高度。OK， 哎，怎么真的像3个墓一样？这太奇怪了啊！还是把它给平整了吧。这样，以这个高度为基准，我们把前方3个小山坡给平整下来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体布局会不会有点乱。目前还行，没有那么夸张是吧？只要不夸张还是可以的。刚才修这个山坡的时候啊，没有修好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大佛给做进山里面了，融为一体了，这样也好，不用我们怎么去规整。在大佛的前方呢，旁边我们修一个稍微大型一点的停车场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小，没有什么旅游的设施，所以我们放了停车场以后啊，尽量就可以多放几个。无人看守停车场，旁边打算再做一些停车场的，就算了吧，不做了。我们就适当的加一些本地的有机作物啊，或者说我们打开这个商业的选项，自定义一些建筑。这个吧。哎，好多了啊，有那么一点稍微规整的感觉了。然后这个方向呢，也来几个商店。100多位居民的工作问题被我解决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盖普通的商业，本地的有机作物，刚才已经规划过了，直接加在这儿。OK。哇，车流量这个时候已经不少了。这个乐山大佛呢，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城市很多居民啊，来到这边参观游玩。
来，去山下看一眼啊。掀背车、吉普车，你看上山的车辆都不一样，旅行车。